在奉为般若经典的《金刚经》中，有一句看似普普通通，却足以照亮当下的诗意之语，那就是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已踏入新的一年，春寒料峭，未来的迷雾尚未散去，我们都需要一些东西来守护住内心的信念。这句话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，更可以成为安顿你我内心的智慧之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何日方知我是我？在汉地的禅宗史上，有一场最为著名的话不投机，就发生在达摩祖师和梁武帝之间。那是在1500年前的某一天，在南朝梁的都城建康，这两位展开了第一轮交锋。梁武帝是这么问的：我弘扬佛法，建造寺庙，抄写佛经，供养僧侣，这得有多大的功德呀？达摩却说，没有功德，这些都是有漏的，也就是想要所求回报的，败在了贪字上。梁武帝有些不高兴了。第二轮交锋，他又继续问：大师，您说说看，什么是佛法的第一境界呢？达摩又说：廓然无圣，自信空寂，哪有什么神叨叨的境界？败在了直字上。梁武帝彻底拉下脸了，气氛已经很僵了。第三轮交锋，他干脆不怀好意地问：既然没有，那你又是谁呢？达摩只说了2个字：不识。事不过三，两人也就不欢而散。等到后来梁武帝被点拨后，懊悔不已，但机缘已过，无法追回。这最后一次，梁武帝败在了相字上。前2轮交锋我们都分析过，今天我们来谈谈这第3轮。达摩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吗？当然不是，这其实是一种点化。真正的我不会因外在而存在。达摩是谁？是一位名叫达摩的人吗？是一位满脸大胡子来自天竺的僧人吗？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我？对于我相的执着，不正是要破除的吗？这句话正是在《金刚经》中被阐释的明明白白。《金刚经》短小精悍，但这其中的第29品也就只有43个字，但昭明太子既然在此单独成品，自然有其深意。佛陀在此是这么说的：须菩提啊，如果有个人说，假如如来好似有来，好似有去，好似有坐有卧，那么这个人根本不懂我说的真意。为什么呢？所谓如来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注意了，这里所说的如来，不仅仅是一尊名号，不仅仅是我们对正法的深刻觉察，这当然如此，但更深层的含义，更是指我们每个人的觉悟本性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觉悟者，不在时空概念之内，不被身份等外在标签所限制，更不被自我执着所迷痴。有一个美好的比喻：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月亮挂在天上，它有没有特
特意来到江水里呢？当然没有。但每一条大江大河都有月亮的显现，江水清了，月亮就亮起来了；江水浊了，月亮就隐去了。但前者情况下，月亮没有真正的来；后者情况下，月亮也没有真正的走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真正的本心不随环境而来，不随情绪而去，那么真正的你自己到底在哪里？不为浮云遮望眼。当下的此时此刻，大家都在谈论一个名词：不确定性。外部的世界越来越像无法预测的天气，人来人往，起起落落，我们不知道潮水何时涨起，更不知道何时会退去。但作为我们自己，什么是外在的？外在的变化无法控制。什么是内在的？内在的本心又该如何坚守？不妨让我们讲讲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。在著名的三更传法之后，五祖弘忍将衣钵传授于慧能，却也担心有人加害他，于是亲自送他去渡江。在渡口处的船上，五祖弘忍拿起船橹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还是我来渡你啊。”没想到慧能此时却认真地回答：“迷时师渡，悟时自渡，今已得悟，只何自信自渡。困惑的时候有老师，觉悟之后靠自己，自信自渡，多么重要！”五祖弘忍听后大为感慨。等到五祖弘忍座下的弟子们知道衣钵已归慧能，纷纷前来追赶。其中一个将军出身的弟子跑得最快，竟然赶上了慧能。慧能干脆就把衣钵往石头上一丢，这不过就是个信物，有什么好争的？然后引入了山林。在广东四会的密林里，堂堂禅宗六祖慧能和猎人们混在了一起。在民间传说中，他会放走猎人网中的猎物，而且猎人吃肉时，他就吃旁边的菜。说来也奇怪，猎人们居然也愿意和他相处。就这样一待就是15年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。在广东韶关南华寺，慧能弘法长达37年，影响颇大，连武则天都想招他去洛阳。等到他圆寂的时候，当时的唐代3大文豪王维、柳宗元和刘禹锡都为他撰写碑铭。可是在这盛名之前，却是在岭南密林中的15年苦熬。慧能自己远离了师门，丢失了衣钵，还和杀生的猎人们厮混。让我们扪心自问下，如果是自己，能否做到不迷失？支撑他度过这15年的，绝不是未来的那些盛名。其实答案就在慧能一开始所说的自信自度这4个字当中。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慧能当然明白这一点，所以哪怕时间再长，他内心的觉悟并没有离去，他内心的清净也没有污染。再让我们看看刚才所说的，当下让我们迷茫的不确定性，
所谓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它可以来，自然也可以去，那又何必执着呢？而真正让我们度过迷雾的，只有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每次到新的一年，我们总要喊口号，总要说建立信心。可这信心究竟要建立在哪里呢？信心的误区是向外攀援，身份的标签，他人的眼光，自己的面子，甚至就为了什么出一口气。但这些真的重要吗？如果世界愈加不确定，那么这些必然脆弱，攀援而来的信心终究会随缘而去。信心的正法是向内扎根，真正靠得住的东西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一定是不来不去的。它不在外面，一定在里面。你的内心是否坚强？你的手中可有力量？你把时间放在哪里？要找到那一个无论外界如何改变都不会改变你的东西。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当然有符合经典的开示，但我认为在世间法中可被翻译成：你不被过去定义，不被未来绑架。过去不决定你，你不是从过去失败的自己那里来，也没有无法撕下的身份。每一刻你都是崭新的。未来不决定你，你不是非要抵达某个成功时刻才值得期待，更不需要等到更好的我才能开始你想要的行动。讲到这里，突然想到一句话，那就是我们中学就学过的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那时我们并不明白，以为只是情绪控制技巧，其实并不仅仅如此。这句话来自宋代大儒范仲淹，但在汉地的精神内核中，士道儒影响早已互相交织，更何况范仲淹一生的光明磊落，也成为了这句话最合适的注解。范仲淹的底气从何而来？他年少时寄宿寺中苦读，他晚年时传说舍宅为寺，所以与佛学因缘极深。他的底气不是来源于朝堂，因为他一生宦海沉浮；他的底气不是来源于名利，因为他一生甘于清贫；他的底气正是来源于那个不来不去的地方。所以真正的自己不会在来去之中。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在视频的最后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那我自己身上那个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的内在究竟是什么？究竟在哪里？很难有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都如此不同，但每个人一定都会有。我们都是努力向上生长的一棵树，面对外在世界的暴风雨，真正的根是扎在不动摇的心里。希望《金刚经》的这句心法能给予我们超越现实的力量。最后再用六祖慧能的话来结束吧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